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的初中过得是非常的精彩，拉仇恨。那个时候还挺感谢学校给我们办了超级多的活动，什么春游啊、秋游啊、歌舞大会啊、游园会啊、演唱会。游园会，对，尤其是那个游园会，给我小小的心灵一个大大的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游园会，你是可以和喜欢的姑娘一起逛逛、吃吃喝喝的。真的假的？对，老师是不管的。我的天，你知道吗？是只有游园会能这样吗？对，只有游园会。这学校也太好了吧？难道大家的学校也这样吗？我觉得老师可能就是故意不在那出现。哇，对，好贴心啊。然后羡慕嫉妒。对，你想啊，你跟喜欢的姑娘又在校园里头逛逛、吃吃喝喝，这不就是日漫里头夏日烟花季的情景吗？这不就是青春应有的样子吗？太羡慕，太嫉妒了。所以那时候和喜欢的女生才走在一起是吗？咱俩也吃醋了。那时候还跟哥们儿讨论怎么着能让喜欢的女生注意到自己，怎么着能在换座位的时候可以跟她做成同桌啊！大家应该能感同身受嘛，毕竟是少男少女那种懵懂的情愫嘛。就那个时候痴迷动漫和游戏嘛，什么火影、死神、海贼王、仙剑、三国、宝可梦。那时候就是一帮子同学，一有时间就要讨论这些动漫和游戏攻略呀、剧情啊，反正天天这个。然后一放学之后，一帮的人就去谁家去玩那游戏，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玩了，一堆人看着。虽然是他在玩，我在看着，但是我看着就等于我玩了，这种感觉。可以。然后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帮的男生就扎到电子城里头去淘那些盗版盘。当然，我们现在是支持正版啊。电子城的小贩都神神秘秘的，一看有学生走过来，然后他就从那衣服里头掏出一张纸，那个纸是拿那种胶带缠得厚厚的，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游戏的名字。如果有喜欢的，他要把你拉到小角落里，或者把那个盘带过来，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那个时候还疯狂迷 EVA。有一次呢，在一个商店里头看见一个金属的 EVA 的模型，哇，那个时候我只见过塑料的，第一次见到金属的，都把我惊艳到了，就是好想拥有它的感觉。当时我买一个模型也就20-30块钱，他那个东西卖400块钱。但是我好想要啊，那没办法，我就攒钱嘛。我觉得大家可能攒钱的套路都是一样的。中午的饭钱，我就少买点饭，或者干脆就不吃饭，把那个钱攒下来，然后跟我妈说啊，学校要交书本费，或者拿钱去买练习册。踢完球啊，什么打完球啊，也不敢买水喝，就死皮赖脸的蹭人家水喝。然后就东攒10块，西攒5块的，就这么抠抠搜搜的，终于凑齐了400块钱。结果去模型店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卖完了。真的是那时候就如晴天霹雳啊！虽然现在也有钱买那个模型了，还买了一堆。对，家里是有一堆，但是就是那种感觉也很难再找到了。我也不知道弹幕的小伙伴有没有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那种，遗憾啊。初中真的是太美好了，以至于你知道吗？我在毕业的时候，我都觉得完蛋了，我要毕业了，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快乐。我不舍得毕业，我为了他一天也快乐了。就我很羡慕嘉伟啊，他的初中真的是很精彩。我呢是完全不会怀念我的初中，可能初中给我的回忆总的来说比较偏压抑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的话，老师管的真的是出了名的严格。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大家就正常的聊天啊，放松嘛。然后呢，我就咚咚跑到就是另外一排去跟同学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老师突然站在教室门口，然后他出来的那一刹那，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就是所有的同学低下了头，就是觉得负罪感很重。然后呢，我就很尴尬，在鸦雀无声，一根针都能掉在地上听得清的教室的时候，我就硬着头皮在那个老师锐利很生气的眼光当中，然后从同学那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去之后，我也深深埋下了头。然后老师就反正他说一些话，意思就是在批评我，骂我们就是不好好学习啊，就是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啊，因为那是下课哎。然后你们班好严啊。对啊，所以就是严格以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震慑力和管束力，会让我们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学习都是最重要的。再加上爸妈的管教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放了学我也不会和班上的同学啊一起玩啊，或者打电话啊这种。当然肯定会有，比如说女生嘛，一起牵手上厕所的那种友谊，但是确实是没有就像嘉伟他那种什么一起哭一起笑那么深厚的友情。别看我看起来好像像个乖乖女啊，但可能我的内心还是比较叛逆的，所以那个时候不认真学习，成绩也不够好，然后也很不认同老师和父母的这种教育的方式，相处也有矛盾。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当时想的就是太好了，初中终于结束了，
心疼你3秒钟了。高中毕业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毕业，因为那个时候毕业就跟自己说，是时候和当时心里头的那个他说再见了。哎呦，可能就是在年少的时候，每个女孩子心中会有那么几个印象深刻的画面。某一个夏日的午后，那个男生就这么把手搭在自己的座位上，另外一只手搭在这儿，然后很慵懒的靠着墙。然后这个时候，阳光从墙旁边的窗户这儿洒过来，直接洒到他的头上，然后就整个泛着光。这时候大家在和他一起聊天，然后他就不经意的咧嘴一笑，那一口的大白牙就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知道吗？这个画面，不好意思，有点失控了。那我收情书的时候，别人也是这么说我的呀，说我靠在墙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身上。真的假的？说被这一刻的我给迷倒了啊！天哪！难道每个女生心难道大中家套路都是一样的吗？对啊，都有一个被阳光洒满头顶的白衬衫的男生吗？对，反正就那个时候很喜欢这个男生嘛。那时候我们还是朋友，不过也是人家男生太善良了。其实对我没有很多什么男女方面的情感，但是呢，人比较好，所以最后就说，那就在一起试试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在一起就特别的纯洁，就基本没有单独相处过。可能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有冲昏头脑的时刻。那个时候我就差点为了他在高2分班的时候要跟着他一起去学理科，人家男生就会觉得很对不起我，毕竟也没有那么喜欢我，然后还拖着我跟他一起学理科。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又不好，学理科估计可能就真的完蛋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他托另外一个男生，也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递给我一张纸条，然后我打开那个纸条，看到上面的第一句话写着5个字：我们分手吧。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一下就哭了出来，你知道吗？那时候是晚自习下课的时候，幸好教室里面人不多，我就丝毫不顾及脸面，就在那哇哇大哭。然后我的同桌就来安慰我，然后我那时就特别的伤心难过，伤心欲绝。回家呢还得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强颜欢笑。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好惨啊，就是那种女生的小心思、小九九。我呢就去买罐装的啤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就故意当着人家的面，你知道吗？在那儿借酒消愁，然后还装出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其实就故意让他看的，就是你让我这么伤心，让我这么难过，但是呢我不说出来，我就只能借酒消愁，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女生的小心思。然后后来呢我就转换了角度，我想着不行，我也接受不了就是2个人不再讲话就当空气这种，所以我就委屈自己，就跟他说没事儿，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当朋友吧。就是那种觉得自己特别感动，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自己的感情，每天强颜欢笑，就是明明很喜欢他，但是还要压抑自己这种情感。我现在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和我有这种同样的经历和心思啊！不要以为这件事情结束了，等到高2分班呢，我真的去了文科班的时候，那个男生突然跟我说他喜欢上我了。你干嘛笑？你怎么能笑呢？我感觉你好开心啊，跟吃瓜一样。对呀，吃瓜呢，是不是？然后呢，就相当于一班恋吧，就是什么一班恋？就是我在文科班，不是一个班的恋对，他在理科班。但其实那个时候青涩的感情在一起了之后，相处也是真的不成熟。我们都是属于那种什么事情会憋在心里头的性格，自己在那想，他怎么表现的一点都不像我俩谈恋爱的样子啊。我当时心里就想着，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都是朋友在一起，然后才能见面，你怎么表现的都不像一个就是男朋友的这种感觉呢？不过我估计那时候人家男生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说同样的想法。你怎么表现的不像我女朋友呢？2个人的性格真的太像了，就谁都不愿意跟对方说，慢慢就很奇怪，就好像就变得不联系了，就感觉是中学时代特别青涩不成熟的我的人生当中的一个烙印吧。而且也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那真的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样子的友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和同学一起出门逛街，真的以前从来没有过。也是他们陪伴着我，就是见证了我分班之后，就是从全校倒数的成绩奋发向上，努力到全班前列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段记忆对我来说
太深刻了，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可能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如果有经历过这么一个转折的话，会印象特别深刻，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记得高考结束毕业那天晚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起约着在我们那个县城街上那个大排档上吃大排档，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大排档，之前我爸妈都不允许。然后呢，那个男生也在。到那个时候呢，两个人的相处已经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仿佛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两个人不会直接的对话，都是跟那一帮子朋友一起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心里面就跟自己说，可能是时候要和他说再见了吧。经历了高中这么一个破茧成蝶、蜕变的过程吧，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高中，非常非常感谢这些朋友，还有那个男生给我带来的成长和改变。但是我没有很伤感我也没有特别的希望说时间停留在这一刻，我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期盼着下一段旅程的自己。就像我现在也会收到很多正在上中学的同学们、朋友们的来信，向我诉说他们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呀，比如说喜欢一个男孩子啊，然后喜欢一个女生啊。哇，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来信，都会特别的觉得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样，很美好，但是确实是很青涩。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不要想那么太多，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么一个过程，反正都会过去的，我们都会毕业的，我们都会迎接下一个旅程的。然后碰见我了。哎呀，是啊。我觉得高中和复读吧，对我而言真的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宿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啊，就是当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同学就已经不是同班同学那么简单了。住过宿的同学都会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宿舍夜聊，就是之前说过嘛，就是钻到班长被窝，这个就不提了。想聊得近一点嘛，然后我就偷偷的钻到他的被窝里头就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大家聊什么都有，什么动漫啊、游戏啊、球啊，还有班里喜欢的女同学呀，反正都是这些话题。当然我们也聊学习，然后就是高考复读完那天晚上，可能我们是复读生嘛，所以压抑的太长时间了，然后半个班的男生去开黑，但是这帮的孙子不能这么说呀。但是这帮的人你知道吗？他们说是去开黑，然后打开电脑第一件事都是看各种高考答案来对答案。我的天，太可恨了！我那天高考完之后，我都已经说好了，我说我绝对不看答案，绝对不看答案，直到出成绩。结果被那帮人逼着，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一块对答案。不愧是从某个中学出来的学生。高中4年吧，怀念是真的怀念，毕竟认识了一帮子共同经历高考的一些战友们，然后也经历了那种孤注一掷，为着一个目标奋勇前进的那种感觉。但是吧，真的不想再回去了，实在是太累了。我可能人生活到现在，我最苦的4年就是那4年了。万万没有想到啊，到了大学，我们这两个一南一北，然后生活成长经历，大家也知道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然后就认识了。不知道大家在上大学之前有没有对将来的大学生活有那么一丝幻想？我那个时候呢，就想着，如果我要是找对象谈恋爱，我对象起码得1.8米以上，会弹吉他，会唱歌，会打篮球，体育要好，对吧？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估摸着我找不着对象，我那时候还想着能不能去高中的同学圈里头发展一下。我都已经做好了毕业要相亲的准备了。哇，不至于这么惨吧？结果世事难料，刚一开学就找了对象。说起这个呢刚上大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男生追我嘛，那个时候我和嘉伟还是朋友，就大家一块聚会的时候，他拍着胸脯跟那男生说：“你放心，我帮你追到红尘瑶，我帮你看着他。”结果，后来是吧？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下手为强，导致后来那个男生就特别讨厌他，在我面前提起嘉伟的时候都说那个胖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会带我去他的宿舍自习，等到自习到晚上9点多10点多的时候，他就送我回宿舍，然后两个人就在那个昏暗的宿舍灯光下面，两个人一起散步，然后呢聊聊天，畅想一下未来。孩子叫什么？那有点太远了。把他送回宿舍之后呢，给他发一条短信说：“早点休息，我也睡了，晚安。”然后打开电脑，跟我舍友疯狂的开黑啊！天哪，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呀！是不是男生都是这个样子？对，是不是男生都是这样？不会就我这样？
那个时候呢，也很幸福的，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舍友啊，也是我后来结婚的伴娘。对，她和她的男朋友，还有我和嘉伟，就经常2对一起约会，就是 double date， 然后一起逛街啊、看电影啊、吃饭，就还是挺幸福的。对，挺有意思的。不过就是他们2个人后来也没有走到一起。就大学的恋爱吧，就我们俩还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后来经历了那么久的异国恋，也是很有幸，就是坚持到了现在。对，其实当我的学生时代结束的时候，就是研究生毕业，包括本科毕业也是，真的没有很伤感哎，我反而是特别的激动，我就会觉得啊，我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发挥我的能力，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荡工作了。大学的时候虽然挺怀念那些人，但是我更期待当时和小红子未来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点重色轻友。如果说我肯定会啊，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各种的精彩，小时候有小时候的精彩，长大有长大的精彩，但是呢，这种精彩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时候那种涉世未深、什么都不懂时候，你经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你第一次向女生表白呀，心里的小鹿砰砰乱撞啊，第一次通关游戏，仿佛征服了全世界那种感觉，你到后面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了。那种美好是跟以后经历的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有一个按钮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再重新体验一番那些有意思的经历的话，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按下去啊！当然有个前提啊，我的未来不会发生改变，我还是会遇见他，还是会娶她。有很多同学毕业的时候很伤感，真的我非常的理解，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也真的很伤感。但是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因为毕业之后也会有很多的精彩，比如说第一次升职，第一次加薪，第一次用自己的奖金给父母发红包，第一次有自己的家，有太多的有意思的事情，想想都很有意思。如果有这么一个键呢，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是不会按的，因为我是那种特别相信蝴蝶效应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我就特别担心，一旦回到了过去，哪怕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没有像当时那么选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我了。其实呢，我的学生时代肯定也有遗憾，比如说没有更早的好好学习，更早的多看一些书，多长点见识，高考也发挥失常，研究生呢也 gap 了1年。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很想回到过去改变这个遗憾，因为好像没有这些遗憾的话，我就不会特别的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学生时代很单纯很悠闲，对吧？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我会更喜欢现在的我，更有能力，有很独立的经济实力，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我更多的是非常的相信下一个阶段的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我就特别的想赶紧往前走，看看将来的我还能成长到什么样子。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叫《凤凰花开的路口》，里面有句歌词就特别想分享给你们：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不用因为我们离开了现在的港口而特别伤心难过，要相信还有一个未知全新的港口等着我们呢。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照片合集小视频，就是用 B 站新上线的音乐视频模板毕业纪念册做的，非常的简单。教一下大家怎么做啊！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 B 站首页，在我的那个页面里面找到发布，点开之后右下角有一个音乐视频，点进去就能够看见第一个当当毕业纪念册，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点使用，用它放自己喜欢的照片和视频，就可以直接生成青春毕业相册的视频啦。非常期待在 B 站上看到大家做出来的音乐视频。追到上传的时候，记得要带2020毕业季的这个活动，还要带2020毕业季的这个 tag， 这样就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青春时光啦。